哎，你好，您好，去磐石坐哪部电梯？前面的第2部电梯。你好，请问面试是在这里吗？进门右手第1间会议室。刚才是最后一个吗？啊，对。你好，我是来面试研究院助理的。是这样的，我刚知道面试信息，还没来得及去报名，但是简历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林双，本科和硕士均毕业于江州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。我打断一下啊，你是2015年毕业的？啊，是的。我们研究院助理这个职位呢，现在只招收应届毕业生。抱歉，你并不符合我们的面试要求。虽然我不是应届毕业生，但是我已经做好了跟年轻人一起吃苦的准备。不好意思。完了，丢死人了！哎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你好，你可以帮我个忙吗？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是没事。哎呀，一会儿还要当着全公司的面做报告，我要不是遇到你，我真的是丢人丢大了。没事儿的，哺乳期渗奶很正常。我哺乳期的时候啊，在街上听到婴儿哭，胸口就湿了。这怀孕的时候，我以为卸了货就完事儿了，可等生完孩子才发现，这万里长征啊，刚刚迈出了第1步，哪想到苦日子还在后面呢。应该好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我等会儿。哎，哥们儿，帮我按下8楼。听说了吗 ？CEO 人选定了，谁上去了？空降的，蒲柳的顾许，而且咱 boss 还说了，只要他肯来，条件随他开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种出国镀金的呀，我见多了，都是徒有虚名。哎呀，我看大 boss 这回啊是要花冤枉钱了。顾许，哎呦，舒曼女士亲自出来迎接呀，看来贵公司还是挺重视我的。大家这么多年的朋友，这点面子还少给。我的吗？谢谢。再说了，我一个小鱼小虾的，这以后我还得靠你这 CEO 罩着。你这谦虚过头了。走吧，大 boss 找你。妈妈，今天教练又夸我进步啦！妈妈看到了，果果真棒。洋洋拜拜，果果再见，拜拜。喂，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林双吗？我是啊，哪位？我是磐石的朱小晴，打电话是通知你，你已经通过了磐石研究院助理的初试，请于今天下午5点前来公司进行复试。我刚才碰巧在人事部看到份简历，是你江大的校友，跟你好像还是同一届的。快点，再服务器出问题了，赶紧的！怎么了这是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客户举办购物节，由于下单人数过多，导致了服务器崩溃。他们已经通宵了好几晚了，还在寻求冲突。怎么跟你说？我来试试。所有方法你们都试过了吗？啊，对。
其实核心是预热的问题。简单来说，就像冬天我们开车要预热一样，我们光顾着开车就跑了，没有充分考虑到预热。你们一会儿看一下监控系统的数据，当到了一个大流量的时候，我们的数据是一波一波送过来的；没有预热的时候，就要从其他地方调资源，导致系统跟不上。我调整资源，做了预热缓存，估计问题就可以解决了。哦，不愧是顾总。上次你走以后啊，我看到你落下的资料，虽然你不是应届毕业生，但是你非常有意愿和潜力，很符合我们磐石布局一个对人才的筛选。于是啊，我就把你的简历给了我们领导，也叫人事部的总监，这才给你争取到了一个机会。谢谢你，你帮了我一个忙，我也帮你一个忙，就算是报恩吧。哎，对了，这次面试新上任的 CEO 也在，要好好表现。走，会议室在那边。林爽是吧？啊，坐吧。好的。不要紧张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磐石的 CEO 顾总，啊，另外一位是总助舒曼，我是负责人力的何飞，我们就简单聊一聊，真实的说一说你自己的想法就可以。好的。我看到你的简历里写着，你曾经为了照顾家庭和孩子，选择放弃事业，成为全职主妇。那现在我能问问你，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，决定重返职场？我是为了我女儿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我有一个女儿叫小苹果，她非常喜欢打冰球，也很有天赋。可即便是这样，每当有人听说她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冰球运动员的时候，第一反应大都是质疑。我女儿也经常问我，她说：“妈妈，为什么女孩子不能打冰球？是不是有很多事情只有男孩子才能做？”这个问题她问了我很多次，我也回答了很多次，但我想，还是没能得到他满意的答案吧。我知道，以我的年纪，这么多年的行业空白期，想重返职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你刚才问我为什么这么做，当年我选择回归家庭，陪伴女儿成长，这件事情我不后悔。但是现在，我想要做回那个曾经的自己。因为我想要给女儿做一个表率，让她知道，女性也可以不受束缚地追求自己的理想。我希望我女儿现在的疑惑，可以从她妈妈身上找到答案。我觉得虽然林爽的工作经验有一些欠缺，我们招的就是助理，工作经验啊可以慢慢的去累积。舒曼，我没有其他问题了。顾总，那您的意思是？你认为深度学习算法比机器学习算法好在哪个地方？有人说深度学习是黑盒，在暗箱里操作，可解释性不大，你怎么看？不好意思，我还没有进一步研究深度学习这个技术。但是这也是我想竞聘研究院助理这个岗位的原因，因为在磐石我可以接触到最前沿的科技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会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之上，争分夺秒地更新自己的技术。算法行业日新月异，4年的职业空白不是说填补就能填补得了的。抱歉了，像你这种轻易的就放弃事业和理想的人，不适合我们磐石。下一个。
还有啊，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拥有好的家庭、好的天分、好的机会，却不知道好好珍惜的人。而你，就是这种人。跟妈妈视频。哎，果果，回家我做馒头啦！你看，这是我做的小兔子馒头。哎呀，果果真棒！妈妈，你是不是哭了？妈妈没哭，刚才有一个小沙子进到妈妈眼睛里了。那果果帮我吹一吹吧，我吹一吹眼睛就不疼啦。妈妈，你的眼睛还疼吗？真的不疼了，果果真棒。果果在，妈妈就不疼。那果果要永远和妈妈在一起。果果要永远跟妈妈在一起。好了，果果吃饭了啊，来跟妈妈拜拜。拜拜，果果。来亲妈妈一下。林双，你以为你是高中生吗？一生闷气就躲在这儿，你幼不幼稚啊？老师和师母打你电话你也不接，以为你出事了，差点就报警了。你干嘛来了？来看我笑话啊？怎么样，好看吗？之前一直压你一头的林双，现在落魄成这个样子，开心吗？你是不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啊？先回去再说。我说的有错吗？你现在装什么好人？你之前骂我骂的不是挺起劲儿的吗？如果你说的是面试的事情，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。顾勋，你凭什么看得起我？啊？是，我是放弃过自己的理想，但那是我没有办法，我无可奈何之下我做的决定。不是谁都可以像你一样的。你一个人，你可以勇往直前的追寻自己的理想。这个世界除了理想之外，还有责任的。在这些责任面前，我一个人的理想不算什么，我可以往后放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家庭和事业没有办法兼顾。但既然没有办法兼顾的话，就得有人做出牺牲。知道什么是牺牲吗？就是不情愿，但是不得不。算了，跟你说这个干嘛呀？你一个不懂感情的工作机器，根本不可能理解我的处境。我没有任何看不起你的意思。你脱离这个行业太久了，的确无法胜任磐石的工作。再见，明天你好。去面对命运的颠倒，人来人往，梦一场就忘掉那个藏在我生命里的心跳，不再跳。
脱离这个行业太久了，的确无法胜任磐石的工作。因为脱离行业久，没有办法胜任工作。因为没有办法胜任工作，然后继续脱离这个行业，这根本就是个死循环。来啦！林女士吗？您的快递。好，谢谢啊。啊。喂，小晴。哎，林双，听课证收到了吧？我刚收到啊。是你寄的呀？是呀。哎，你听我讲啊，这磐石一线技术人员，他每周都有2天在江州大学进行公开授课，你呢就拿着这个听课证去旁听。课表我一会儿发你啊。小晴，我就帮了你个小忙，结果你帮我这么多，哎呀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哎，这有什么好谢的？我就是觉得吧，咱们都是女人，而且大家都挺不容易的，能帮一点是一点。哎，对了，这次听课的机会非常重要，你可千万别错过啊！嗯，好，谢谢你啊。小屁孩才让妈妈帮忙穿衣服呢。我才不是小屁孩呢！好，果果不是小屁孩，来你自己穿。哎呀，小苹果这孩子，比我想象的还有毅力，也有些天赋。不过呀，要想留下来，还得再看看啊。我对果果有信心。小苹果，加油啊！一会儿见啊。果果啊，妈妈跟你商量个事儿哈，以后每周3的冰球课呢，妈妈不能陪你来上了。为什么？那我就告诉你这个秘密吧。因为从这周开始呢，我就要去学校上学啦。妈妈也要读幼儿园。对呀，妈妈也要读幼儿园。好吧，那你可以好好学习。那么大了还读幼儿园，有点丢人。妈跟你保证，一定好好学习。去吧。去喽。等会儿，抱抱。充满电了，去吧。经过无数好奇的路人，谁都不忍心牵。为了我们将来能有更好的生活，妈妈一定会努力的。血缘真的是很奇妙的东西，看着小苹果，就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，勇敢、坚定，心无旁骛。有时候孩子就像是迷雾里的一盏灯，提醒着我原本该是什么样子。就像此时此刻，自怨自艾是无用的，我需要尽快获得一份工作，掌握离婚的主动权。爱上的眼神透着一种坚韧，泪泛着斑驳，慢慢的微光，享受着太阳赐予的温暖。它沿着遗憾缓缓的落下，去拥抱脸上释然的笑啊。它出现，它向前，它空缺，它去填。它看见，它蜕变，它不屑，它共鸣。哦，3缺1呀！知道了。我在接我孙女。
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儿子他工作忙，我儿媳妇她成天往他们家里跑，个人忙的不得了啊！果果啊，你走快点啊！好好好，哎，再见再见啊！果果，果果，果果，果果呀！果果。好，那今天的课就到此为止了，谢谢大家。来嘛，林双，果果不见了，果果不见了，我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。林双，上车。站住！停下来！我跟你说啊，亏我他妈相信你，你竟然和姓魏的一块来算计我！我跟你说，江启，你就给我等着！你怎么个意思啊？你还想装我吗？啊，姓魏的，给我等着！我跟你说，不会有好结果的。干嘛？怕了？啊？怕了？过来装我呀！过来装啊！不是来装我吗？装啊！来装我呀！我跟你说，你们两个狗男女，也不得好死！喂，老婆，怎么了？慧明，果果走丢了。什么？果果走丢了？你发个定位给我。兄弟，麻烦您问一个事儿，咱们商场的监控室在哪？监控室在地下车挂着。好的，谢谢你啊。冰冰怎么办？别着急，我再联系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林双，我说不接果果吧，你偏要让我接果果，这下好了，果果不见了。有消息了吗？刚才工作人员说了，果果一个人出去了，我还正想去附近找找，实在找不到的话，咱们就报警。你说果果就那么小一点，他能跑哪去？不会是被人贩子给拐走了吧？你别胡说八道！哎呀，我可怜的果果。我们找一找，你先别着急，行不行？这附近有个公园，我之前带他来玩过，他可能去那儿了。哪个公园啊？你慢点。月阿姨，你和我妈妈是好朋友吗？他怎么跟你说的？我猜的。那你可猜错了。为什么呀？我妈妈又聪明又漂亮，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。她还有一个超级可爱的女儿。可能是阿姨不够好吧。那漂亮阿姨，你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吧。不用了吧，我们又不熟。那我以后要是再走丢了，我可以打电话给你啊。你告诉我吗？你告诉我吗？告诉我吗？那我就说一遍，你记好了。你看看妈妈，去。妈妈，果果，哎呀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去哪儿了？你吓死妈妈了！我看看手上没有。是漂亮阿姨送我回来的。哦，我刚才看见小苹果一个人在公园门口，我就把她带过来了。谢谢你啊。果果，果果呀！哎呦，我的果果呀！哎呦，奶奶的心肝宝贝啊，终于回来了！啊，我看看，哎呦，看看这个小脸脏的呀，心疼死我了。来看看，哎呦，你看这小脸脏的。奶奶，你弄好了。妈妈，你稍微轻一点。妈，你轻点。你怎么搞的嘛你？你们怎么都怪起我来了呀？啊，那
小孩子他跑得快，我哪能追得上他呀？我老胳膊老腿的。也是哈，林双，要是今天你来接果果，果果也不会走丢了，对吧？就是。你们两个少说两句行不行？林双，你今天为什么不去接孩子？你给我们打个电话，你来的最晚，你去哪儿了？我辛辛苦苦在外面赚钱养家，我图什么？我图你把这个家照顾好，把果果照顾好。你呢，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你太让人失望了。不是你们说妈妈。爸爸的错啊，爸爸不说了。果果，我给你赔礼道歉，对不起。今天这个事儿，我确实是有责任。但是妈，你既然答应来接果果了，你是不是就应该尽到监护的义务，而不是事后推卸责任呢？来，魏明，你看看。不是我的错了，电话来了我不接怎么行啊？哦，我就说了几句话，那个果果一溜烟就跑了，你能怪我？你要是不让我接的话，我能出这事儿吗？别说了，真是。这样的生活，真的值得我向往吗？哎，小雪，佳妈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好，回去吧。爷，小佳回来了。回来了啊，真好。是吧？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啊，来，再见。看我这个黄金大炮啊，看谁上钩。哎，中门一个，中门一个，看到没有？这都没看到吗？我服了。这样吧，咱们下把打生化模式，好吧？这个不要再打了。稍等我一下啊，等我几分钟。姐。姐，怎么了？我肚子有点饿了，我拿你手机点个外卖呗。拿你自己的手机点。我的手机没电了。你这密码多少来着？我忘了。那个，就是我生日。姐，吃不吃汉堡？我点汉堡。大晚上的我不吃了，你自己吃吧。行行行，那我点了啊。哥哥啊，今天是妈妈不对，妈妈差点把你弄丢了。我向你保证，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那妈妈以后都不上学了吗？那果果希望妈妈继续上学吗？孙教练说了，坚持就是胜利，做事不能半途而废。妈妈，你总想逃学，你什么时候才能从幼儿园毕业呀？好，那就听果果的，妈妈绝不半途而废。好。
事儿，小苹果让我替他说声谢谢。告诉小苹果不用谢。还有，就当我多事。你在公司小心点为民。我总觉得，他在这个节骨眼上向你示好，太巧了点儿。你就管好小苹果吧，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。我不是操心你，我是不希望为民得逞。你干嘛？接我车被堵在半路了，我赶时间，你顺路送我回趟磐石。麻烦了。不是你这人，谁规定顺路我就得送你回去啊？来，我给你看看，看，我已经接了别人的顺风车了，我现在取消是要被投诉的，请你下车。你现在面临的只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咱俩就在这耗着，你接不了订单，我接下来的会议也会被耽误；第二，你取消订单，送我去磐石，车价我照付，咱们俩皆大欢喜。你讲不讲道理呀？你下车，哎，我只能给你3个月的时间，到时候如果实验数据达不到预期的话，那么整个项目取消止损，所有的资源撤回，项目组原地解散。对，就这样。对，这些都是今天会议上要讨论的议题。是，你全部都打印出来啊！我一到公司就要看到。既然对方有诚意合作的话，我们是可以考虑的。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在适当的时候，敌人也可以成为朋友的。哎，司机师傅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把空调开低一点啊，谢谢。司机师傅。不好意思，司机师傅技术不太好。喂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司机是开战斗机出身的。对，司机里的战斗机。我宣布，江大110级的技科专业大型演唱会现在开始。首先，荣幸的有请608寝室的10大优秀青年歌手，现在号称发际线后移的小王子的我，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曲。这快唱嘛！会唱的。放音乐。来吧。哎，对了，玄子，咱们这儿还有谁没来呀？反正我那聚会信息群发了，那来不来看大家时间。咱俩得有2、3年没见了吧？是啊，哎呀，我错了，瞎忙，搬砖呢。听说不许也回国了，那人家也不可能来呀。人家现在是身家过亿的 CEO， 跟咱们这种打工人那叫云泥之别。真的，你是不是想人家了啊？你想他有，你可以打开电视看看新闻，那里有他。哎呦，对呀，这是。妈呀！同学啊！入学了！同学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到底是铁多少呀？是呀，还知道着我呢。你终于出现了，同学，我的名片。同学，你什么名片呢？行了，让人坐下说话了，好吧？好，列位。快这里，专门给你留的。顾学，你还记得吗？上大学那会儿，我可是没少抄你的作业。哎，你说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的头发怎么还这么好呢？也不好。来，顾大婶，我拍张照吧。我也要。哎呦，老同学搭什么搭了？就是的，来。哎，修图，我看一下。
今天好不容易把你逮住了，不醉不归。你看，我怀疑林说没错吧？啊，你看，这什么呀？酒店消费的住宿费，我早就说他在外边七搞八搞的。哎，这说不定是明明的呢。怎么可能是明明的？住在洗衣房找到的，明明也不洗衣服，那肯定是他的呀。哎，玄子，把他看住了，别让他跑了啊！我把歌唱完。哎呀，全班的骄傲，给我喝一个吧。酒量不好。来，不喝看不起人啊！哎，咱们班人还没到齐吧？咱们班就这样，哪回人都没齐过。您说呢？你千年老二，你这心结还没过去呢。他应该在家看孩子呢吧？我们组织好多次了，每回他都不露面。来来来，哎，我亲爱的顾总，来来来，拿着呀。同学聚会，你怎么没来？我没看见群里发信息。顾总，我真服你了，说好同学聚会合作，现在过来吧，同学情谊太……大家都到了。就是。不过去了，还忙一天呢。缺席就应该提前告知，以便提高大家的时间利用效率。既然你这么闲，帮我解答个问题。我们先过去跟那个聊一下呀，看完女生咱们一起。你把第7行的条件函数去掉，把第4行的参数和第8行的参数对调一下试试。那再帮忙看看这个，谢谢。哎，白星，小吴看见了吗？小吴啊，那边。谢谢啊。啊。哎，行。行，忙着啊。哎，小吴。啊。一会儿帮姐个事情。这个作业是谁的？顾总，是我的。这份程序的鲁棒性不错，对异常处理考虑的较为周全，系统运行稳定程度高，但遗憾的是，通过率不够。在我们给你的阈值下，通过率只达到了96.5%。现在市场上大多数的通过率已经达到了95%。这次优化训练，我对你们的期待是98%以上。顾总，您说的问题呢，其实我也考虑过，不过在充分的考虑了可行性和技术之间的平衡之后，我选择了现在这个方案。这次训练的工程背景是交通安防领域，在考虑到火车站、机场等地方人流量大，需要运用程序很快的做出反应，以防遗漏。在不大幅提高工程预算的前提下呢，硬件算力有限，因此我认为在保证了一定的识别率后，应优先确保识别速度。用户只是希望用最快的速度抢到存量有限的车票，谁会在意你产品背后的技术逻辑是不是完美？可是不许啊！你这个人呢，就是略微有一点死板，一味的沉迷于技术，完全忽略了用户最基本的需求。那按照你的说法，那完美的技术就没有意义了吗？完美的技术当然有意义了，它可以用来写论文、做研究，也可以给先进的技术提供理论依据。对于科学家而言，技术可以是一篇论文，一项 Kaggle 竞赛的冠军，也可以是一个重要数值的突破。但对于商务侧来说，
技术最重要的就是实用。如果它无法融入行业，变成切切实实的产品，那么客户与合作伙伴就会拒绝买单。算法必须要考虑落地问题，企业从技术切入没问题，但必须要和应用场景很好的结合起来。空谈技术就像是闭门造车，肯定会失败。不能变现的技术未必不是好技术，但是我相信好的技术一定可以变现。这个问题，我思考了10年，也反复实践了10年。我是技术出身，很长时间以来，确实沉浸在完美的技术里而沾沾自喜。但是我希望每一个磐石人都要记住，技术是为需求服务的。我们应该时时刻刻保持对外界市场变化的一线感知，卓越的科研能力应当成为磐石的闪光点，而不是盲区。这几个月你是真的补了很多课。这么短的时间，除了 Python 语言的熟练掌握，还补上了之前深度学习推荐系统的短板，还研究了 Tyson RT， 实践项目也做了不少。看来你确实下了不少苦功夫。能够进入磐石研究室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希望各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顾总，我没有别的问题了。我的问题还是个老问题，这对于我们磐石来说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你到底要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？顾总说的没错，所谓的平衡其实根本不存在。它无非是取舍和牺牲。但是在认定这个事实之前，我想先明确一点：家庭是一家人，取舍和牺牲绝不是靠女性一个人来完成。所有的家庭成员，甚至包括孩子，都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。当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承担起了责任，并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取舍和牺牲，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不必要的消耗。尽量让所有人都满意，也可以看作是达到了某种平衡。你刚刚这番话呢，说的很有道理，但是你表达的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，恐怕执行起来是非常难的。而且，程序员是高强度的工作，即便是大学刚毕业的年轻的员工，也有时候可能会感到力不从心。所以你到底拿什么来证明你能够胜任？我想让大家看一个表格。我的一天是从早上6点开始的，洗漱、更衣。6点20，我准备早餐，叫家人起床。7点15送孩子去幼儿园。8点菜场买菜。8点40回到家里，收拾餐桌，整理衣服，还要处理一些缴费和外出事宜。一边我还要用手机听课。12点钟，我会利用午餐的时间下单一些生活必需品。12点半午餐结束，我为晚餐做准备。3点我会去幼儿园接孩子，直接送到特长班，督促他语数外以及画画还有围棋等技能的学习。5点钟回到家做饭，6点钟吃晚餐。7点半我给孩子洗漱，哄他睡觉。
9点钟，我再重新收拾一遍房间，为第2天早餐做准备。10点，我可以继续学习2个小时。12点，我自己洗漱睡觉。这只是我过去几年里最普普通通的一天。如果遇上老人、孩子生病，家里突然来亲戚，那这张表格还会复杂很多。另外，除了时间管理，几年的主妇生活也让我对于财务统计、家里人的心理疏导以及各方面的协调能力都有了很大的进步。我想，我的工作强度和复杂度，对比一个初级程序员的工作需求，应该是绰绰有余。你在之前的面试和笔试中分数排名是最高的，所以看得出啊，你的 Spark 以及机器学习方面的工程能力是非常的扎实的。顾总，您还有问题吗？如果这次的面试你还是没有通过呢？我一开始出来找工作，其实动机非常单纯，就是想赚点工资。选择做程序员也是因为老本行好上手。但在这几个月的跌跌撞撞里，我开始想起来，那个曾经在家庭主妇身份中过度自我认同而丢失的自己。所以，不管我能不能来磐石工作，我都笃定了会在寻找自我、实现自我的路上继续前行。恭喜你，加入磐石研究室。雷放着斑驳，慢慢的微光，享受着太阳赐予的温暖。它沿着遗憾缓缓的落下，去拥抱脸上释然的笑啊。希望以后的每一天，我都能去发光，而不是被照亮。江海，明天我就要去磐石上班了。刚开始上班呢，我估计会有点忙，会有一段时间的适应期。所以，我跟我们小区的邓阿姨已经商量好了，以后我下班晚，她会帮我接小苹果。这段时间谢谢你了。没事儿。恭喜你啊，林双姐。可这样一来，我以后是不是就不能每天见到你了？我的意思是，你要是下班晚，路上不安全，我会去接你。不用，我现在自己开车很方便的。你帮我照顾小苹果，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。其实我吧，有的时候就是想每天能听一听你说话的声音，见你一面吧，就哪怕隔得远远的看着也好。我没有别的意思了，我也不是想去骚扰你。江海，我真的只拿你当普通朋友，也希望你可以尊重我们作为普通朋友的界限。我知道的。哎，当然了，果果交代的任务，妈妈能不完成吗？跟小朋友们分一下。吃糖了。谢谢。林双姐，还是拿我当小孩子呢。那你就拿出点大人的样子来嘛。魏总，不吃饭吗？这么严肃干什么呀？我刚才给明博打电话，
你硬把他顶替了。这么快就穿帮了？王佳怡，这里是公司，不是你过家家的地方。我没在闹着玩儿，我是真想跟你学点东西。这次出差我也早就跟你申请了，但你最后还是交了明博。我之所以选择明博有2个原因：一，他工作经验比你丰富；二，我们出差办事儿难免要喝酒应酬、加班晚归，他一个男人跟着我比你方便。原来魏总也会搞职场性别歧视。我没有搞职场性别歧视，我只是……所以，不是我做不好，而是你担心我做不好。我会用实际行动向你证明，你的担心绝对是多余的。再说了，你现在没什么备选方案了，我们还是抓紧聊聊项目吧。冒名顶替的账我回公司再跟你算。先吃饭。我们这次来，主要是要磕江南几个老牌企业。你回去也查查资料，好好做做功课。嗯。还有，要跑几家公司，几个地方，所有的路线、车都提前安排好。好的。林双，欢迎你在磐石正式开启你的程序员生涯。谢谢，我带你过去。咱们磐石科技成立于2015年，目前呢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企业软件公司，主要提供数据库、工具和应用软件等相关的咨询支持服务。你这次入职的小组呢是隶属于开发中心，也就是我们研发中心。像我们研发中心现在目前有180多名开发人员。你也知道，咱们公司可是向来是以技术为核心的，所以啊，这研发中心更是 CEO 的直属。这边就是工作区域了，你看一下。哦，对了，你这边还要下载一个工作软件，就是这个引擎。引擎呢是咱们磐石内部的协同合作系统，像日常的工作沟通以及请假调休之类的，一切跟工作有关的事情，基本上都是可以在引擎上解决的。哎，你可以选几个位置啊？哦，就是这边绿色都可以选。那我就选这个吧。挺好的，可以。那我带你过去。就是这里。好，我那边还有事情忙，到时候有什么事儿找我啊。加油！雨霞。啊，喂，林双。啊，你好。你这个工位啊，正对着 CEO 办公室。无论是上班呢、摸鱼还是留发，全都一览无遗，能够感受到来自 CEO 的零距离关怀，是我们整个磐石出了名的风水宝地。接水去了啊！下周的产品需求会，所有的流程已经同步到你们电脑上了，自己看一看啊，完全根据这个规章制度走。各部门你们稍微协调一下，好吧？哎，听清楚了啊！散会。林双，产品的需求会。啊。你速这么快，能听清啊？提高获取信息的效率嘛，多听听就习惯了。散会。太能说了。神。宵夜加按摩，公司加班福利。可惜啊，就是没什么时间享受吧。哎。不好意思啊，邓阿姨。没事，睡熟了。啊，我去了啊，我送你。啊，
那你注意安全，谢谢啊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今天可能要辛苦了，我们得连夜修改方案。魏总，我看那个客户根本就没想诚心跟我们合作，改方案根本就是个借口。我们这次来的任务，就是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。方舟的实力摆在那里，市面上那么多客户，咱们换个更好搞的不行吗？就没有好搞的客户。佳怡，你是千金大小姐，从小到大一帆风顺，没吃过苦，你可能一时半会儿很难了解打工人的生活。没关系，越是难做的事情，做成了越有成就感。不信你试试。那我试试。打100个电话。妈妈，楼上思欣的爸爸妈妈又吵架了。童话书里不是说结了婚都会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吗？因为童话故事和现实世界是不一样的。有的时候啊，大家喜欢把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看，把不好的一面就藏起来。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爸爸升职加薪。为什么？爸爸越来越忙，有时候我连着好几个礼拜都看不到他。佳怡，你把新会的资料让我看一下。
第1节课我就跟你们讲了，冰球运动的精神是什么？是团结协作，是队魂。我以为你都忘了呢。刚才为什么不把球传给小苹果？都不把小苹果当成自己队友，还谈什么队魂？教练，不是我们不想把小苹果当成队友，我也想传球给他呀，可他跑得太慢了，我力气大，怕把他撞飞了。过一会儿他该哭鼻子说我欺负他了。教练，你也说了，比赛嘛总是要赢呀，总不能因为小苹果是女孩子，我们就故意哄她开心，让着她吧。我不想跟小苹果练球了，我也不想跟小苹果练球了。我也不想，我也不想，我也不想。行了，你们都少说2句。你们8字练习24去。林生，都还适应吗？正在努力适应中。跟你想象的不大一样吧？大厂需要用速度对抗周期性，职场环境也会相对复杂，所以短期内你估计会很辛苦。没事，我挺开心的，不怕辛苦。哦，对了，昨天你跟老柴反映了量化算法的问题，他直接把邮件转发给了研发部的负责人何总，然后抄送给了我。不是，我不知道他。你不用和我解释。今天何总正好在北京出差，明天等他回来，你好好想想该怎么跟他解释。你说那老柴怎么能这么阴呢？我正常给他发私信反映问题，他招呼都不打，直接就把邮件转给了何总，这明摆着让何总恨我呢嘛。要不是舒曼刚才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我被人当枪使。你就是一个职场小白，人家拿你当软柿子捏呗。不过你也是啊，一个职场新人，最重要的就是低头做事，抬头看路。你都分不清楚东南西北，就横冲直撞，一片好心，结果让人家当炮灰。你说你冤不冤呀？我当时在方舟工作的时候也没觉得这么内耗啊。方舟那个时候处于初创阶段，就几十名员工，现在的磐石有几万名员工，自然有亲疏，有派别，有阵营，有利益关系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啊。职场不是童话世界，除了有实力和努力，还需要随机应变的能力。快点帮我想一想，明天那个研发部的何总回来，我应该怎么说啊？你还想说什么呀？多说多错，少说少错，不说还是错。我死定了！你的手快不快？基于我这次去北京项目洽谈，进一步了解了客户的需求。稍后呢，负责这个项目的同事啊，跟我走，咱们单独开个会聊一聊。好。哦，有同事给我发邮件，反映开源的量化算法性能不佳，所以刚刚会前我特地找了 KV 跑了一下算法，测了一下性能效果，结果发现根本不存在邮件里反映的问题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是我给老柴发的邮件。我的初衷是想和他探讨一下如何解决问题，但是老柴迟迟没有回复邮件，所以我就昨晚加了一个班，索性把问题给解决了。至于他还跟您汇报了这件事情，我确实不太清楚。
比起反映问题，我们更需要的是高效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。磐石需要林双这样的实干精神啊！哎呦，我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我是一个新人，我做事的原则非常的简单，就是低头做事，抬头做人。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希望各位同事日后可以多多指正。老柴啊，以后遇到问题，不要老想着甩锅啊，多动动脑子。好了，就到这儿吧。来，晶晶晶晶晶，为你开心，谢谢你。恭喜你啊，一战成名。以后谁想要在磐石欺负你，估计有点困难了。说真的，还得多亏了你。以前吧，我觉得你行走江湖全靠啊，但是没想到你对付职场潜规则也有一套啊。我希望在职场上，你永远也不要知道这些潜规则。对付职场这种小垃圾，我可是有100种办法。以后看他们谁还敢欺负你。怕了，人际关系这门学科呀，真的是比专业难多了。在职场上啊，是有很多这种人情啊、欺骗啊、背叛的小故事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最受人尊重的，就是像你这样，真正有能力、正能量且向上的人。可以啊，林双，表现不错啊。何总，何总，没有。我呢，其实就是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。你当时来江大听课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不一般的。哦，您记得我去江大听课的事儿啊？当然，听人力的朱小晴说，你是顾总特别安排来听课的。我是顾许安排来的。行了，你们继续吧。哦，何总您慢走啊。好。干嘛？这个顾许什么情况？他可是你的冤家对头，他为什么会帮你啊？而且他还帮了我。他该不会是对你有什么企图吧？哇，对我有神经病啊！我有什么可企图的？你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好的，顾总。哎呀，还没写完呢。我已经给你保存好了，困了就回家睡觉，别在公司浪费电。听见你哦，听个课你有安排。你这个 CEO 是不是有点太操心？我去江大听课的事是你安排的吧？你不是最看不上我吗？干嘛要帮我？我帮你是2个原因：一，你是林老师的女儿，林老师对我的恩情无以为报，所以我只能从你这儿借花献佛；二，倒是我个人原因。其实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顾许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是得益于你。因为我。你是我在大学生涯里一直想要超越，却偏偏怎么也超不过的那个对手。整整7年，我都活在你的阴影里边。你知道吗？我为了超越你，到美国留学，每天都泡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。创业之后，更是把办公室当成了家。我用了2年的时间，
就把创业公司做成了业内独角兽。就连我接受磐石的 offer 回到国内，有一大半的原因是想要重新跟你一较高下。现在你呢？我设想过无数种我们重逢的可能性，唯独没有想到过眼前这种。武侠小说你看过吧？什么意思？我拼尽了全力练成盖世武功，就是想要和你重新一较高下。现在孤独求败的心情，我倒是体会到了。我之所以要帮你，是因为我对昔日对手的一份崇敬之心。当然，我也奢望着，也许有一天，你能重新拥有与我一决高下的事。谢谢。不过我连进入磐石都是勉勉强强，距离成为你的对手还差108000里呢。我估计你这个愿望应该是很难实现。没关系，有得必有失嘛，也好。看着昔日的劲敌，现在兢兢业业的，每天为我搬砖打工，也是一种特别的享受。可惜这种感觉，这辈子你是体会不到。撑不住了就赶紧回去休息，但是绩效完不成，工资还是要照扣的。你这准头一向不行啊，赶紧回去休息吧，别熬夜了，毕竟年纪摆在这。